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唐朝府兵制的死亡。当我们谈起大唐帝国，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是李世民天可汗的无上荣耀，是王昌龄笔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壮志。唐朝初期的军队堪称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可怕的古典军事机器。他们向北击溃了东突厥，向西征服了高昌、龟兹，将大唐的疆域推向了中亚，向东则平定了高句丽。那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武功极盛的时代。然而，在这个光辉灿烂的帝国扩张神话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致命的死结。到了唐朝中叶，也就是唐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那个曾经战无不胜、军功赫赫的群体，那个支撑起大唐帝国半壁江山的府兵阶层，竟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唐朝人突然之间再也不想当兵了。为什么当唐朝人不再想当兵，帝国的扩张神话就戛然而止了？是什么逼得曾经以马上取封侯为荣的关陇子弟对付兵役避之不及，甚至不惜自残来逃避兵役？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个隐藏在土地、税收与国防背后的帝国死结。这是一个关于制度如何走向僵化、底层逻辑如何崩溃，以及大唐帝国如何一步步亲手挖开安史之乱坟墓的历史悲剧。要理解这一切，我们首先得弄明白什么是府兵制，它当年为什么那么牛。府兵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当时掌握西魏大权的宇文泰为了对抗东面的劲敌高欢，在兵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新的兵役制度。这套制度经过北周、隋朝的发展，最终在唐朝初年达到了巅峰。唐朝的府兵制核心精髓就4个字：兵农合一。在唐朝初年，全国各地设立了大约600多个折冲府，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这叫内重外轻，为了拱卫京师。折冲府里的士兵不是花钱雇来的雇佣兵，也不是纯粹的职业军人，而是普通的农民。平时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种地、农闲的时候集中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一旦国家有战事，或者需要轮流去京城和边疆站岗放哨，他们就会放下锄头，拿起武器，成为大唐的远征军。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平时种地打仗才集合，这战斗力能强吗？答案是极其强悍，因为唐初的府兵有着无与伦比的战斗动力。而这种动力的来源是唐朝初年的一套完美的经济与社会利益分配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均田制与军功爵制的结合。在唐朝初年，国家掌握着大量的无主荒地，朝廷推行均田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你只要是一个成年男子，也就是唐朝法律规定的丁男，国家就会分给你土地，其中一部分是口分田，你老了或者死了要还给国家，另一部分是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作为回报，你需要向国家缴纳租庸调，也就是粮食、绢帛，并且服一定的徭役。但是如果你被选拔成了府兵，情况就不一样了。府兵不仅同样可以分到土地，而且国家会豁免你所有的赋税和徭役。也就是说，你不用交粮，不用交布，也不用去给朝廷修桥补路，你的唯一义务就是给国家打仗。更要命的是，唐朝初年军功奖励极其丰厚。一个普通的农民，如果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斩获敌军首级，或者立下战功，他就可以获得勋官。这个勋官虽然不一定有实际的行政权力，但它意味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有了勋官，你可以获得更多的永业田，你的子孙可以享受印币，你甚至可以实现阶层的跨越，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变成受人尊敬的帝国功臣。在那个时代，当兵不是一件苦差事，而是一项特权。只有家境殷实、身体强壮、品行端正的良家子弟，才有资格被选入折冲府。可以说，唐初的府兵制完美地把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对财富的追求、对社会阶层跃升的向往，与国家的军事扩张需求绑定在了一起。士兵打仗不是为了皇帝，而是为了自己的土地和前途。这种内在的驱动力造就了大唐帝国初期的无敌铁军。
然而，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完美制度。府兵制看似无懈可击，却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经济基础之上，那就是国家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土地分给老百姓。这个死结的第一环就出在土地上。均田制是一个看起来很美的乌托邦，它假设国家的土地是无限的，或者说人口是稳定的。但现实是什么？现实是，随着唐朝从贞观之治走向开元盛世，长期的和平与繁荣导致人口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可是，天下的土地是有限的啊！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开始像毒瘤一样疯狂蔓延。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地方豪强，甚至是寺庙的僧侣，都在利用各种特权和手段，疯狂地侵吞农民的土地。他们圈占良田，建立起庞大的庄园，而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只能被迫沦为这些权贵的佃农或者奴婢。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均田制已经名存实亡，国家手里根本没有那么多余的土地去分给新成年的丁男。许多名义上应该拥有百亩良田的府兵，实际上家徒四壁，甚至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大家要知道，唐朝的府兵制不仅是兵农合一，它还是一个自带干粮打仗的制度。国家是不给府兵发工资的，不仅不发工资，甚至连基本的武器装备和后勤物资都需要府兵自己掏腰包准备。根据史料记载，一个唐朝的府兵接到征调令后，需要自己准备弓箭、横刀、长矛、盔甲，还要自己准备粮食、帐篷，甚至连运输物资的骡马也得自己买。这在唐朝初年不是问题，因为大家都有朝廷分给的土地，免除了赋税，家里有积蓄。但现在土地被兼并了，府兵们越过越穷，连饭都吃不饱，你让他们去哪里弄钱买弓箭买战马？没有了土地这个经济基础，府兵制的第一根支柱轰然倒塌。当兵不再是一项能够带来利益的特权，而变成了一场倾家荡产的灾难。许多府兵家庭为了置办军备，不得不变卖仅有的一点家产，甚至卖妻育子，借高利贷，最终家破人亡。但这还不是最绝望的，死结的第二环出在税收和繁重的兵役制度上。我们前面说过，府兵的特权是免除赋税和徭役，但随着唐朝官僚机构的膨胀，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朝廷的税收指标，开始对这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府兵打起了歪主意。更糟糕的是，兵役本身的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足以致命的库税。府兵的服役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叫番上，也就是轮流到京城长安或者洛阳去站岗担任宿卫；另一种叫防戍，也就是被派到边疆去驻守。在唐朝初年，帝国的疆域还没有那么大，周边环境也相对稳定，番上和防戍的周期比较短，距离也不算太远。府兵们去服役一段时间，还能按时回家种地，不至于让家里的田地荒芜。可是，随着大唐帝国一次次辉煌的军事胜利，帝国的边境线被推得越来越远，往西一直推到了今天的新疆，甚至中亚的碎叶城；往北推到了大漠深处，往东跨过了辽河。疆域的极度扩张给府兵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想象一下，一个关中的农民接到命令要去安西都护府防戍，他需要背着自己花钱买来的沉重装备，步行或者骑着毛驴走上几千公里的路程，穿越茫茫的戈壁沙漠，顶着风雪严寒，这一走可能就是几个月甚至大半年。到了边疆之后，唐朝的国防战略也发生了改变。唐初打的是击灭战，李世民带着骑兵长途奔袭，几个月内打垮突厥，然后班师回朝。但到了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唐朝面临的敌人变了。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契丹在东北做大，突厥残部时常南下。这些游牧和半农半牧民族的骚扰是持续不断的。为了应对这种长期的边境威胁，唐朝的国防战略从短期的击灭战变成了长期的阵地防御战。朝廷在边疆设立了大量的军阵，需要士兵长期驻守。
于是，原本规定只需防戍1年或2年的府兵，常常被强行留在一线，3年、5年甚至10年都回不了家。边防将领为了保持兵力，甚至随意隐瞒士兵的死讯，或者扣留本该退役的老兵。这些在边疆苦苦煎熬的府兵，家里的土地谁来种？年迈的父母谁来赡养？妻儿老小如何生存？更悲惨的是，府兵在边疆战死，朝廷的抚恤往往无法落实，甚至有些地方官府为了继续剥削这户人家，居然不承认士兵已经阵亡，继续向其家属催讨装备和赋税。唐代大诗人杜甫在那首著名的《兵车行》中写下了极其惨烈的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杜甫写的是唐玄宗天宝年间的惨状，那时候府兵制虽然已经崩溃，但百姓被迫服兵役的痛苦却是一脉相承的。诗里还有这样的话：或从15北防河，便至40西营田。去时里正雨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役未已。15岁就去守黄河，40岁又去西部屯田，走的时候还是个孩子，村长帮着绑头发，等头发白了还要去戍守边疆。这就是大唐帝国晚期兵役制度的真实写照。长期的远征和戍边不仅摧毁了府兵的经济基础，也摧毁了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防线。当兵去边疆，在唐朝中后期几乎就等于判了死刑，即使侥幸活着回来，也已经家破人亡，倾家荡产。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朝初年，人们崇尚武德，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大家削尖了脑袋想当府兵。但现在，府兵成了全社会最悲惨、最低贱的阶层。当时民间流传着"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谚语。为了逃避兵役，有些人甚至不惜砍断自己的手指和脚趾，这被称为缚手缚足。意思是说，我宁愿变成残废，残废了就是一种福气，因为残废了就可以不用去当兵，不用去边疆送死了。试想一下，当一个国家的百姓宁愿自残也不愿为国效力的时候，这个帝国的军事制度，这个帝国的扩张神话还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吗？终于，死结的最后一环到来了，军事体制的彻底崩盘与替代方案的致命缺陷。随着越来越多的府兵逃亡、破产或者战死，各地的折冲府渐渐成了一个空壳。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每次朝廷下令征兵，折冲府根本交不出人来，将领们带着空册子去上任，手底下根本没有士兵可供训练。到了唐玄宗开元11年，也就是公元723年，朝廷宰相张说看到了这个无解的死局，他向唐玄宗上奏，指出府兵制已经名存实亡，折冲府里早就没有兵了，宿卫京师和防守边疆的任务已经陷入瘫痪。张说提出了一个彻底改变唐朝甚至中国历史走向的建议，废除府兵制，实行募兵制。既然老百姓不想当兵，那我们就花钱雇人当兵，国家出钱出粮食发工资，招募那些失去土地的流民，没有固定职业的闲汉，甚至是一些胡人部落的勇士，让他们成为职业军人。在京城的叫阔旗，在边疆的叫价。唐玄宗批准了这个建议。从这一刻起，维系了大唐帝国100多年的府兵制宣告死亡。从表面上看，募兵制解决了眼前的危机，国家出钱买兵，愿意当兵的人拿钱办事，一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职业常备军建立了起来。唐朝的边防力量似乎再次强大了起来，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但所有人都忽略了，或者说刻意回避了募兵制背后那个足以毁灭帝国的巨大隐患。府兵制虽然崩溃了，但府兵制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兵将分离。府兵平时归折冲府管理，战事由朝廷临时委派将领统帅。打完仗，将领交回兵权，士兵回乡种地。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这在极大程度上保证了军队对中央绝对的忠诚，杜绝了军阀割据的可能。但募兵制完全不同，现在的士兵是长年累月驻扎在边疆的职业军人，也就是所谓的长征将。
他们不再回家种地，他们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升官发财，全部仰仗于边防将领。国家虽然出钱，但钱和粮是要通过边防将领的手发到士兵手里的。久而久之，在这些职业士兵的心中，皇帝只是一个遥远的、虚无缥缈的符号，而眼前那个给他们发军饷、带着他们抢占利品、掌握他们生杀大权的将军，才是他们真正的衣食父母。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私人依附关系。国家的军队不可避免地蜕变成了将领的私家军。与此同时，为了维持边疆几十万常备军的庞大开销，唐朝中央政府在财政上感到了空前的压力。由于均田制破产，租庸调也收不上来，中央财政捉襟见肘。为了解决边防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唐玄宗和他的宰相李林甫做出了一个更加短视且致命的决定：下放权力。朝廷在边疆设立了节度使。节度使原本只是一个军事统帅，但现在为了让他们能够自给自足地养兵，朝廷把边疆地区的财政权、行政权，甚至人事任免权，一股脑地全交给了节度使。节度使可以在自己的防区内自己收税、自己屯田、自己铸钱、自己任命下属官员。于是，边疆的军镇变成了一个个完全独立于中央之外的独立王国。土地兼并摧毁了均田制，均田制的崩溃摧毁了府兵制，府兵制的死亡催生了募兵制，而募兵制的巨额成本和管理方式最终催生了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的超级怪兽——藩镇节度使。这就是大唐帝国命运的最终死结。在这个死结的末端，站着一个胡人将领，他叫安禄山。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手里掌握着大唐帝国最精锐的15万边防大军。这些士兵早就不是当年那些为了分得几十亩永业田而为大唐抛头颅洒热血的关中府兵了。他们是拿钱办事的雇佣兵，是只认安禄山这一个主子的私家军。当唐玄宗还在长安城的大明宫里听着霓裳羽衣曲，陶醉于自己开创的万邦来朝的盛世幻想中时，危机已经彻底失控。由于内部的折冲府早已废弛，内地的府兵消失殆尽，唐朝的军事力量呈现出极其畸形的外重内轻的局面。边疆的节度使拥兵近50万，而中央禁军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多是长安城里养尊处优的市井之徒，根本没有战斗力。公元755年，也就是天宝14载的冬天，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叛乱彻底撕碎了盛唐的华丽外衣，将中国历史拖入了一个极其血腥和漫长的深渊。安禄山的叛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那些曾经天下无敌的大唐府兵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面对久经沙场的边军叛军，内地的州县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洛阳陷落，潼关失守，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时隔100多年后再次沦入敌手。唐玄宗仓皇出逃蜀中，在马嵬坡，他被迫赐死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杨贵妃。这是大唐帝国从极盛走向衰落的最具象征意义的悲惨一幕。回望历史，安史之乱的悲剧真的只是因为安禄山的野心，或者唐玄宗晚年的昏庸吗？不，安禄山只是点燃了那个早已堆满炸药的火药桶。真正的危机在几十年前府兵制开始瓦解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当土地被权贵无情吞噬，当沉重的税收和无尽的戍边将普通百姓逼上绝路，当国家为了维持军事扩张而放弃对军队基层的控制，将生杀大权拱手让给边防将领时，大唐帝国的溃败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府兵制的死亡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制度的更替，它是一个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古典帝国，在面对疆域极度扩张和内部利益分配极度失衡时必然遭遇的系统性崩溃。唐朝人不想当兵了，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懦弱，而是因为那个曾经让他们引以为傲的系统背叛了他们。当保家卫国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剥削，当国家机器的运转完全无视底层的生死，任何强大的军队最终都会土崩瓦解。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但大唐帝国再也没有恢复到昔日的荣光。
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此后的100多年里持续撕裂着中国的版图，直到唐朝彻底灭亡，进入5代十国的混乱时期。今天我们回顾唐朝府兵制的兴衰，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朝代的故事。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任何强大的国家，它的根基都深深扎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之中。当制度的设计开始反噬底层人民的利益，当扩张的脚步超出了国家实力的承受极限，哪怕是曾经最耀眼的盛世，也会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关于唐朝的府兵制和安史之乱，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认为如果唐朝在开元时期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能避免安史之乱的发生吗？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